朋友们，你还不知道吧 ？AI 现在可以免费制作无人机视角电影级别的视频了。拍摄角度、海拔高度、相机运动轨迹都可以自由设定。不管是点到点，还是镜头缩放，或者是螺旋环绕，只要在地图上有记录的地点，都可以 3D 展示出来。再也不需要我们亲自拍摄，也不用花费时间找视频素材，甚至影片的解说都有专业的文案和逼真的配音。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，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做出无人机视角的影片内容了。先给我点点关注，马上带你上车。打开 Google Earth Studio 网站，相关链接我会分享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Earth Studio 就是地球工作室的意思，是谷歌地球卫星和 3D 图像的一个动画工具。点击右上角 Try Earth Studio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填写一下自己的名字，还有你浏览 Earth Studio 的一个目的。大家也可以按照我的来填写，没有特别的要求。然后点击最下面的 Submit 提交。OK， 跳转到了登录成功的这个页面了。最上面的一行文字呢，就写到要使用 Earth Studio， 只需要访问这一个网站。OK， 我们就点击一下这个网站链接，勾选我同意这些条款和条件，点击确认。跳转到主页，是 Google 地球图像的一个动画制作工具。页面的最下方可以设置语言，支持中文和中文繁体。来到空白项目的下拉键，点击一下，单击快速应用，可以看到不同拍摄方式的几个模板，有从地球缩放到目的地的，环绕目的地，从一个地点连接跳转到不同地点，还有螺旋环绕。点击最右边的这个箭头呢，可以看到还有3个模板。接下来我会使用不同模板的组合，生成不同镜头角度的完整影片。OK， 点击左边箭头回到最前面。先单击选中第一个缩放模板，然后点击右下角绿色的开始按钮。可以看到地球下面的搜索框呢，是让我们输入目的地点的。全世界只要是在谷歌地图上有 3D 视图记录的地点，都可以搜索出来。而且输入中文呢，就可以识别了。比如我输入埃菲尔，下面就是相关的地点信息了，有埃菲尔铁塔、埃菲尔铁塔花园、埃菲尔山。OK， 选择第一个，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。等待几秒钟，上面就显示了埃菲尔铁塔的 3D 视图，可以放大视角，也可以移动位置，还能看到旁边的河流船只。OK， 定好这个位置之后呢，我们点击右边的绿色按钮，进入下一步。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需要设置一个起点的海拔高度，现在呢是63000多公里，就是地球的外面了。滚轮往左边，海拔高度越低，越接近刚刚我们设定的目的地埃菲尔铁塔。OK， 我设置一个中间的数值，作为我们影片的起始海拔高度。点击右边箭头进入下一步。可以看到 Earth Studio 自动生成了一个5秒的从地球到目的地的一个视频。时间我们可以改为30秒，整个影片的速度呢就会变慢了，改为20秒吧。然后点击最右边的打勾确认一下，页面跳转来到了动画编辑面板。在时间轴最开始的是我们的地球，然后到结束的针呢就是我们目的地埃菲尔铁塔。来到画面同样可以放大或者移动视角，在左边会有一些参数属性，我们可以设置，点击添加属性。我们看一下时段，打勾一下，它是一个更改太阳位置的设置，也就是可以设置影片的拍摄时间，白天、黑夜、24小时都可以。点击完成，往下拉，拉到最后就看到了我们添加了一个时间的属性。旁边现在的拍摄时间呢是11点21分，
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箭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往左边移或者往右边移了。往左边移，把时间移到8点17分，点击一下时间旁边的这个蓝色的定位针，可以看到红色定位轴呢就多了一个定位点了。再把定位轴移动到最开始，再点击一下蓝色的定位针，单击时间改为6点17分，点击空白位置，可以看到随着拍摄时间的改动，地球上的光影跟着变化了。如果改到凌晨4点，整个半球都是黑夜了。从凌晨4点到影片结束的早上8点，点击一下最上面的播放按钮，可以看到从最开始的凌晨4点到影片结束的早上8点。右下角时间这里呢也是逐渐推进的。OK， 最上面点一下暂停。左边还有一些属性设置，包括相机旋转、经纬度设置。我在下一个影片模板再展示给大家看。先把这一个片段保存下来，作为完整影片的开头。来到右上角红色的渲染按钮，点击一下，在这里输入一个影片的名称，比如埃菲尔铁塔片段1。导出格式选择 Video MP4， 下面的帧数和尺寸不需要变动。注明内容来源这里呢，点击一下下拉框，自定义，然后来到画面中 Google Earth 的标志呢，就可以自定义调整位置了。我把它拉到最右下角，高级设置这里不需要修改。OK， 点击下面绿色按钮 Submit 提交，页面会自动跳转回来，片段1就正在渲染了。渲染完成的影片会发送到我们登录 AStudio 的时候填写的账号邮箱里面。后面等全部动画片段都做好，我们再去邮箱下载。来到最左边文件这里，点击一下新建，在快速应用的下面呢，就相当于我们在首页看到的那几个模板了。我们刚刚的片段1呢是缩放置这个模板做出来的，这次我们生成一个点到点的好了。OK， 单击一下，弹出提示要先把当前项目保存一下，点击保存。文件名同样是埃菲尔铁塔片段1，保存好了之后，可以随时在我的项目里面修改片段的内容。OK， 页面自动跳转，点到点模板左上角有提示了，最多可以在6个位置之间移动相机，比如从法国到英国再到美国都是可以的。我的想法就添加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几个位置，做一个展示铁塔周边环境风景的片段好了。搜索框同样输入埃菲尔铁塔，为了衔接上前一个片段的结尾，把塔顶拖放在右下角的位置。OK， 点击绿色按钮进行下一个位置的设置。同样在搜索框输入埃菲尔铁塔。OK， 我可以放大一下看一下塔身。然后再点击右边的绿色按钮进入到下一步。刚刚添加的2个位置呢，就生成了一个点到点的动态片段了。如果要设置第3个位置，就点击中间绿色加号这个按钮，同样在搜索框输入埃菲尔铁塔，在画面中可以放大、缩小和移动。确定好第3个位置的视角之后呢，同样点击右边绿色的下一步。OK， 可以看到这是第1个位置，然后到了第2个位置，然后是第3个位置，就是塔前面的这一条路了。OK， 点击一下加号，再增加第4个位置。点击下一步，可以预览一下动态片段。当然，我们可以添加最多6个位置。位置确认完成之后呢，点一下绿色的打勾按钮，来到动画编辑面板，在左下角可以通过调整经纬度、海拔高度来改变影片的整体视角。来到数值这里，往左往右拉是很细微的调整位置，单击直接修改数值，变化范围呢就可以很大。
比如2.29变为2.39，就完全变了一个地方了。OK， 还是改为2.29，回到埃菲尔铁塔的位置附近。纬度的调整呢，同样是可以往左边拉或者往右边拉。海拔高度可以理解为镜头的放大和缩小。OK， 往下面看，相机旋转包括了平移和倾斜，可以在时间轴的不同位置调整相机运动方式。比如把红色的定位轴拉到影片的中间，然后我们换一个平移方式，再来到影片的结尾，再换一个平移的方式，整个影片的元素呢就会更多，更吸引观众眼球了。倾斜就是变动相机视角，往右边拉就可以看到附近的一些场景了。如果想要一个更大的视野范围，可以点击添加属性按钮，在视野范围的左边打个勾，点击完成，可以看到这里就添加了一个相机镜头的设置了。来到数值这里，一直往右边拉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视野范围，直接点击修改数值，比如54，点击一下空白位置，可以看到画面中能看到铁塔周边的风景呢就更多了。OK， 我再添加一个时间的设置，点击添加属性，在时段前面打勾一下，点击完成，在时间设置这里调整一下，比如改到18点，画面呢就暗下来了，改到9点钟，就是白天的时间。视野范围我再缩小一些。OK， 没问题，点击右上角红色渲染按钮，名称改为埃菲尔铁塔片段2。其他的设置跟片段1的设置是一样的。OK， 点击右下角 Submit 提交。渲染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，我们再来添加第3个片段。来到右上角，点击一下文件，新建一个环绕模板的片段吧。可以看到左上角它的提示呢，就是绕某一地图驻点旋转。OK， 下面的搜索框同样是埃菲尔铁塔，点击右边的绿色按钮进入到下一步，在这里同样是调整一个视图，然后再点击来到下一步。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影片片段就是绕着埃菲尔铁塔在旋转了，生成了一个360度环绕铁塔的动画片段。半径是指视野范围，调整可以看到整个塔身。目标海拔高度呢不能调太高，不然的话影片的后段呢就会去到了天上了。海拔高度调整到合适位置。OK， 播放一下影片，还可以细微的调整一下下面的参数。OK， 这样的视角就非常不错了。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一个顺时针的选项，如果打勾，影片的旋转方式呢就变成了顺时针。OK， 取消一下，逆时针比较好一些。点击右下角进入到下一步，50秒的影片时长 OK 没有问题，点击一下绿色的打勾按钮，来到了动画编辑面板。在画面的右下方点击一下这个长方形，下拉框里选择2，打开了一个平面视图，中间圆圈是中心位置，红色三角形可以准确变更影片中每一个位置的视角。来到这个减号这里，点击缩小平面视图，可以看到呢，圆圈上有4个点代表了视野范围，点击往外拉，对应时间轴上就会出现蓝色的定位点。因为拉大了圆圈，所以影片这个位置的视野呢就会变大。这样不同视野范围的结合呢，整个影片就不会那么的枯燥了。OK， 点击上面暂停按钮，右上角点击红色的渲染按钮，名称改为埃菲尔铁塔片段3。同样选择自定义，把画面中 Google Earth 的标志呢拿到右下角。OK， 点击右下角提交按钮。OK， 打开我们的账号邮箱，全部片段渲染好了之后呢 ，Google Earth Studio 呢会发一封邮件给我们。点击打开邮件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片段1已经可以点击 Download 按钮下载了。再往下拉，就是片段2都可以下载下来。来到剪映，把我们的3个片段导入进来。
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旁白解说，可以借助 ChatGPT。同样的，做这类影片，如果你不清楚哪些地点位置在谷歌地图上有 3D 视图记录的话，可以在搜索框输入请提供10个在谷歌地球上可以用 3D 视图看到的全球著名景点，并且提供有趣的解说和景点的介绍。OK， 点击确认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埃菲尔铁塔了。有了专业的文案之后呢，我们还需要转换为旁白配音。打开 Cliptron 网站，相关链接呢，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在页面中间找到文字转语音，可以看到它支持80多种语言的逼真语音。点击旁边蓝色的试一试按钮，来到了编辑面板，在左边往下拉，点击文字转语音。在右边可以选择语言，点击一下下拉框，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方言，东北话、河南方言、江浙话、陕西话、台湾普通话，还有粤语的繁体。OK， 我们选择普通话，点开声音的下拉框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中文配音员，选择小言的吧。在文字下面输入框这里粘贴上我们的文案内容。可以看到下面有一行文字，它写了最长持续时间为10分钟，也就是大概2500个字，可以一次性生成配音。OK， 点击蓝色的保存按钮，可以看到中间呢已经多了一条音频轴了。点击一下上面，缩小一下我们的时间轴，可以看到这个音频的时长呢就是1分钟的样子。OK， 点击上面的播放按钮试听一下。纳粹占领巴黎时，法国人故意剪断了塔内的升降机电缆，以防止纳粹在不登塔的情况下轻松访问塔顶。如今，埃菲尔铁塔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，拥有餐厅、展览馆和观景台。OK， 这个效果是不是特别好？非常逼真的一个配音解说了，而且还是带有语调起伏的。OK， 来到右上角的蓝色导出按钮，点击一下，在 Cliptron 这里呢，导出的格式呢是一个视频格式。我们在剪辑的时候注意一下就 OK 了。把刚刚做好的旁白解说文件导入进来，添加到时间轴上，再把影片片段拉到上面。开头从地球到铁塔这一段我不打算添加旁白，可以在素材库里面添加一个黑幕，再调整好位置。OK， 最终的成果呢给大家看一下。Hey kid, don't ever let them get inside your head. They'll tell you what to do in life instead. 埃菲尔铁塔高达324米，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。塔身由超过18000个金属构件和250万颗铆钉组装而成。埃菲尔铁塔最初遭到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批评，认为它是个丑陋的铁怪物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座铁塔赢得了人们的喜爱，成为巴黎浪漫和创新精神的象征。除了观光，埃菲尔铁塔在历史上还有其他用途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它被用作无线电传输站，有助于截获敌方信息。二战期间，纳粹占领巴黎时，法国人故意剪断了塔内的升降机电缆，以防止纳粹在不登塔的情况下轻松访问塔顶。如今，埃菲尔铁塔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，拥有餐厅、展览馆和观景台，成为人们拍照留念和体验巴黎美景的首选地点。它不仅是工程学的奇迹，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宝藏。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，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成果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未来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。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。我是小发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